你知道吗？人类在星际空间飘了46年的老伙计，当初 NASA 只给他定了几年寿命的 KPI。1977年 NASA 发射了2个宇宙探测器，他们原本只计划工作几年，任务很简单，飞越木星和土星，传递数据，然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然而就是这2台精密脆弱的机器，意外将人类送上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宇宙旅程。现在旅行者1号距离太阳超过150个天文单位，它已经穿越了日球层顶，这是太阳风影响的终点，也是星际介质的起点。就在这个交界地带，探测器记录到了诡异的变化，等离子体密度骤增，磁场特性突然反转，宇宙辐射水平飙升，这是人类第一次直接触碰星际空间的边界。但你知道吗？飞了近半个世纪，它居然还没逃出太阳的引力范围。在它和太阳系真正的边界之间，还隔着一段要飞数千年的路程，那里藏着一个我们从未亲眼见过的假定结构，由数万亿冰冷天体组成的巨大球体，原始物质的宇宙墓地，偶尔会闯进内太阳系，变成夜空中的彗星，我们称之为奥尔特云。这一切都始于1977年的发射。从那一刻起，旅行者2号就不只是个探测器，它是人类派往外行星的第一个使者，沉默的守望者，被指派去揭开那些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世界的奥秘。它的轨迹穿过气态巨人和冰冷卫星，传回的数据彻底改写了我们对遥远天体的认知。它展示了木星的狂暴风暴，土星复杂的环系，海王星的超音速风。但最让科学家挠头的是它和天王星的短暂相遇，这个被研究最少的气态巨人留下了至今未解的大谜团。天王星的秘密就藏在它诡异的磁场、卫星和歪到离谱的自转轴里。旅行者的探测任务早在10年前就结束了，但它留下的数据至今还在刷新我们的认知。1986年旅行者2号飞掠天王星，是人类第一次近距离打量这颗蓝绿色的遥远行星。它像个滚着走的球，倾斜的自转轴，暗淡的环带，全是谜团。但当时没人想到，探测器赶上了极端罕见的时刻。就在飞掠前几天，太阳爆发了一场超强太阳风，把天王星的磁层压缩到了正常大小的 20%。 通常太阳风会帮行星塑造磁层，挡住有害辐射，但这次的带电粒子流太强，直接把天王星的防护盾压扁了。自然天文学的研究显示，这种极端情况只在 4% 的时间里发生。如果旅行者早到1周，它记录到的磁层会和木星、土星的差不多，科学家也不会误以为天王星的磁层天生薄弱，等离子体浓度低了。现在用新技术重新分析旧数据，我们才发现当年被太阳风骗了。这里有个天文学界的大悖论，我们从未亲眼见过奥尔特云，对它的了解甚至比对邻近恒星系统还少，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坚信它存在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他们错了呢？答案藏在彗星的轨道里，你想过吗？彗星每次靠近太阳，表面的冰都会蒸发，要是多次飞掠，冰早就耗尽了，那为什么还会源源不断有新彗星出现？天文学家得出结论，彗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系边缘的冷库里，只有偶尔才会闯进内太阳系。更关键的是，长周期彗星的轨道是随机的，从各个角度飞来，不像行星和柯伊伯带的短周期彗星都在黄道平面上。这说明它们的老家不是圆盘状的，而是一个包裹太阳的球形区域。早在1705年，埃德蒙·哈雷就发现1607年和1682年的彗星是同一个，也就是后来的哈雷彗星，每75年回归一次。那它怎么能存在数十亿年不耗尽冰？答案就是它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远离太阳的寒冷区域，把冰存了起来。1932年，爱沙尼亚天文学家恩斯特·奥皮克第一个提出大胆猜想，太阳系边缘可能有个巨大的彗星云，作为彗星的补给库。这一概念直到1950年才被重视。荷兰天文学家简·奥尔特分析了长周期彗星的轨道，发现它们的远日点都集中在距离太阳约5万个天文单位的地方约70亿公里，
这刚好在太阳的引力范围内。于是他提出了颠覆性假设，太阳系被一个由冰碎片组成的厚壳包裹着，这就是后来的奥尔特云。要理解奥尔特云有多遥远，我们回顾下太阳系结构。从水星到海王星的行星都在黄道平面运行，火星和木星之间是小行星带，海王星外是柯伊伯带延伸至约50个天文单位，但这些都只是前菜。奥尔特云的内边缘从2000到5000个天文单位才开始，主体延伸至5万个天文单位，甚至接近1光年。旅行者1号飞了46年才到150个天文单位，要飞到奥尔特云的内边缘还得几百年，完全穿越更是要数十万年。如果未来人类真的要探测奥尔特云，你觉得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探测器？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。正是从奥尔特云的寒冷区域，有时会有彗星闯进内太阳系。2025年，泛星计划项目望远镜观测到了一颗遥远的天体 C2025R3 彗星，它正缓慢地接近太阳和地球。2026年春季，它可能会变成夜空中肉眼可见的明亮奇观。它高度倾斜的逆行轨道，正是奥尔特云天体的典型特征。现在让我们聊聊太阳风。太阳喷出的带电粒子会与行星磁场相互作用，压缩、变形行星的磁层。这种影响会随着太阳活动和距离太阳的距离不断变化。像地球、木星和土星这种磁场强的行星，磁层就是天然的防护盾，能排斥危险粒子，但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太阳风的动态压力。粒子流越密，速度越快，磁层就被压得越小。1986年，旅行者2号飞掠天王星时，太阳风的压力特别强，天王星的磁层通常能延伸到22至25个行星半径，那次直接被压缩到了17.3个半径，足以看出行星的宇宙防御盾有多脆弱。超强太阳风不仅缩小了磁层，还改变了辐射带的行为。强大的粒子流推走了等离子体，让磁层变得稀薄，甚至出现了一条异常强烈的电子带，困惑了科学家几十年。而奥尔特云其实分2部分，外层是稀疏的球壳，这里的天体和太阳的引力联系很弱，容易被路过的恒星或银河潮汐力打乱轨道。内层是更密集的希尔斯云，呈盘状，天体被太阳引力牢牢束缚。计算机模型显示，太阳系早期路过的恒星和潮汐引力把最远的天体甩成了球形，而内层的天体因为离太阳近，保留了原始的盘状结构。这些天体大多是冰和尘埃的混合体，就像冻结的泥团，由水冰、二氧化碳、甲烷、氨、岩石物质和有机化合物组成，估计总数有数百亿甚至数万亿个，小到彗星核，大到直径数英里的天体都有。直到2021年，天文学家才发现，奥尔特云不只有冰冷天体，一颗葡萄柚大小的岩石陨石坠落在加拿大阿尔伯塔上空，它的轨道是典型的奥尔特云天体特征，大倾角、逆行。这说明奥尔特云里可能混着不少来自太阳系内部的岩石碎片。说到这里，你肯定听过第9行星的传闻吧？1999年有人提出存在科泰行星，但威斯红外望远镜扫描后没找到证据。后来又有超级地球藏在柯伊伯带边缘的假设，那奥尔特云里会不会有行星？理论上有可能。模拟显示，太阳从恒星团里捕获流浪行星的概率约 7%， 而把自己的行星甩到奥尔特云的概率只有 0.5%。 不过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，要是真有，早就该观测到引力扰动或红外辐射了。奥尔特云就像个沉默的信使，只有当彗星闯进内太阳系时，才会向我们透露它的存在。在天体物理学家中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，轨道周期超过200年的长周期彗星，正是来自奥尔特云。它们是夜空中最明亮的天文奇观，有时数千年才会返回一次。如果一个遥远的奥尔特云天体受到飞掠恒星或银河潮汐的引力助推，就会沿着拉长的椭圆形轨道向太阳移动，数百万年后出现在内太阳系
变成一颗新的彗星。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，这些事件极其罕见，但在数百万年间形成了连续的彗星流，其中大多数只被观测到一次，返回周期长得离谱，足够人类文明诞生又消失。有些彗星最后一次飞跃是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，还有些会被太阳的引力甩出太阳系，变成星际流浪者。而周期在20到200年之间的哈雷型彗星原本也是奥尔特云的长周期彗星，只是路过气态巨行星时被引力改变了轨道，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当然也有极少数星际彗星，比如2019年的2I Borisov， 还有2017年神秘的奥莫莫，但这类访客太罕见了。绝大多数长周期彗星都来自奥尔特云。为什么奥尔特云是球形而不是扁平的盘？这都是亿万年来引力扰动的结果。最初，奥尔特云的种子是被木星等巨行星甩出去的天体，原本在黄道平面上运动，但路过的恒星和银河潮汐力把它们的轨道搅乱，最远的天体就形成了球形，内层的则保留了盘状结构。天文学家认为，奥尔特云不是太阳系独有的，其他恒星系统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，形成自己的彗星晕，只是我们很难直接观测到，只能通过彗星撞击恒星的迹象间接推断。奥尔特云就是这样一个悖论，我们从未亲眼见过它，却确信它存在，就像当年通过天王星轨道预测出海王星一样。奥尔特通过彗星轨道锁定了这个遥远的宇宙冷库。每一次彗星划过夜空，都是奥尔特云在提醒我们，太阳系的边界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广阔。奥尔特云里藏着46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的原始物质，它不仅是彗星的老家，更是我们解开行星起源甚至生命起源密码的关键窗口。如果你也对这些遥远的宇宙秘密感兴趣，别忘了点赞加收藏，关注我，带你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更多天文冷知识。下次看到彗星划过，记得想起这个藏在太阳系边缘的神秘球壳哦。